根据永宽的表示，瑞宝辉宝现在每天的青团产量已经达到5至6千克了，这是两人一起的总量。因为瑞宝辉宝生活在一起，无法清晰的区分出每一个青团具体是谁产的，而这个青团的产量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属于正常消化范围。之后有一提问到瑞宝辉宝什么时候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是永宽还是江爷爷已经被问了不下数次了。永宽表示，瑞宝辉宝其实已经可以进入独立的范围了，但瑞宝辉宝现在跟妈妈在一起过得很好，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抵触或争夺地盘的现象。而对于瑞宝辉宝，尽可能让他们和妈妈生活的久一点，这有助于他们积累经验。另外还有依依很关心乐宝和爱宝身体的状况，永宽表示他们都非常健康，这个问题兽医每天都在确认，但因为是冬季，他们不是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野生动物他们都会在冬天为春天的行动做准备，尤其是乐宝正处于血气旺盛的状态，最近四处采食的行为广而告之，不过专家看过了，乐宝这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爱宝也在好好照顾双胞胎。姨姨们问的所有问题，永宽都非常清晰的对其进行了回复，每一件事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宝这里的一家3口，今天谁也没有给爷爷添麻烦，但爷爷却反给瑞宝辉宝添麻烦。宝家的熊和宝家的饲养员真是轮番给对方整活。就在瑞宝将要进入通道里时，门突然关上了，辉宝紧跟其后。面对突然关上的门，姐妹俩一脸茫然。辉宝走上前，不断用小手扒拉着爷爷的门。瑞宝小手放在辉宝身上，安抚了一下辉宝，让辉宝不要害怕，表示有姐姐在。今天的室外太阳很大，辉宝一出门就开始跟姨姨们开粉丝见面会，努力营业。为了让姨姨们不要争宠，所以辉宝便给场外每个角落的姨姨都宠到位了。辉宝一转头，发现妈妈不在小亭子上了，这时辉宝着急了，瑞宝这也急了，姐妹俩稍微和妈妈分开一会儿都不行。虽然爱宝此时也没干什么，只是在喝水，但对瑞宝辉宝来说，就算只是在妈妈旁边发呆也开心，因为在爱宝身边，姐妹俩就安全感满满，怎么玩耍怎么折腾都不会害怕。而爱宝的放松程度似乎根本没给瑞宝辉宝放心上，不然怎么爱宝回家时都没发现自己的孩子没跟上来。姐妹俩确认妈妈不会在突然离开后，姐妹俩又开始放心的探索园区了，因为瑞宝辉宝知道妈妈一旦吃起竹子来不会轻易换地方。姐妹俩一起摸索到了泳池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一起泡澡。瑞宝的大长腿在水中尽显优势，泡完澡后，瑞宝站在石头上给自己甩了甩皮套里的水。刚好爱宝这时也吃饱了，爱宝带着他这俩小跟班往家走去。姐妹俩回家路上还不忘再折腾一番。由于姐妹俩在后面磨磨蹭蹭走到通道门时，门就已经关上了，里面这时一定是老宋头，因为只有老宋头才能干得出这么幼稚的事情。老宋头也害怕姐妹俩产生小情绪，没一会儿就给通道门再次打开了。今天忙着整活的不只有瑞宝辉宝，圣西姨母这里也有了自己的节目。瑞宝今天出门后就先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拖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就来找妹妹，想往妹妹身上蹭。此时辉宝身上的水哗哗的往下流，辉宝阻挡着瑞宝，不想让瑞宝上来，防止自己被弄湿身体。今天辉宝成了爱干净的那一个，瑞宝上来后就给辉宝抱住，并给辉宝按在身下，给辉宝当干毛巾了，把自己湿乎乎的身子全在辉宝身上擦干净了。此时爱宝悄悄路过，爱宝让姐妹俩自己玩，别过来招惹自己。辉宝费尽9牛2虎之力才给瑞宝赶下去。辉宝看到自己身上都脏了，也从树上下来了，打算自己也洗洗。瑞宝从辉宝眼前淌过，辉宝感觉水有点凉，最后还是没能真的走进小泳池。辉宝也是一直在成长的，自从自己在小瀑布前吃过亏后，辉宝这次选择走瀑布上面的小桥。另外细心的姨姨可以看到，瑞宝屁股上那标志性的一撮黑色的毛已经掉了。掉了那撮黑色的毛后，瑞宝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比辉宝还要调皮了。辉宝今天在瑞宝面前都变得文静了，而爱宝就完全放弃了带孩子这件事情。看到通道门打开，爱宝就回去了，辉宝紧跟其后。瑞宝这里还在犹豫，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皮套晒干。这时爷爷在通道门口喊自己可以帮瑞宝擦干净。瑞宝听到后立马从树上下来跑向爷爷。而与此同时，圣西姨母正在乐宝的园区忙碌着什么，手里既有竹子又有小零食。圣西姨母在乐宝园区不断装饰着，仅仅一块窝头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而作为宝家最敏感的乐宝进门后，一下就发现了自己园区的不同。乐宝仔细观赏了一下，不过没有太久，然后拿着自己的窝头和竹子就去到了小亭子上。乐宝表示
今天的窝头有点美味啊。果然，浪漫对男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姐妹俩这2天就指着这一碗盆盆奶保持体力了。现在的室外，有趣的姐妹俩根本来不及吃饭。现在姐妹俩每天的档期排得都很满，需要出门到室外园区晒太阳。这里的瑞宝辉宝根本没有时间吃东西。面对这崭新的园区地图，姐妹俩需要不断的去探寻。瑞宝这里现在已经知道饮水盆在哪儿了，以后渴了不会找不到地方。辉宝这里还处于熟悉和小心试探阶段，每天早上出门都是小心翼翼的，有点落后于瑞宝。当辉宝给地图开发到小亭子上时，瑞宝已经将地图开发到树顶了。江爷爷看到瑞宝这模样，开心的笑出声。江爷爷就喜欢看姐妹俩爬树，虽然有时爬上去下不来，爷爷也很头疼，但是瑞宝辉宝爬树的过程是快乐的，这对爷爷来说就足够了。瑞宝不仅能够爬树，还能灵活下树，虽然摔了一下，但瑞宝丝毫不在意，而且还想要爬第2次。辉宝这里在园区摸索半天，来到了小瀑布的出口前，这模样和他姐姐小时候一样，好奇小瀑布的水是从哪儿来的。辉宝再次来到小亭子前，辉宝想要直接爬上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自己腿太短了。辉宝感觉有点尴尬，直接钻进了小亭子下面，给自己藏了起来，在室外玩耍完。这时姐妹俩需要改第2个场地了，那就是室内园区。经过饲养员们的改造，现在室内园区和室外园区一样好玩。这满满一床的竹屑，虽然没让瑞宝辉宝感觉到快乐，但爱宝这里一整个陶醉了。姐妹俩就这样室内室外园区来回玩耍，根本没空吃饭。辉宝这里玩耍了一天，玩得太累了，累到不想动。下班是被爷爷推下楼梯的。辉宝这俩劲儿，看上去是想被爷爷直接滑到房间。等姐妹俩回到房间后，这才有时间吃点东西。宝今天在室外带娃，一家3口走到哪儿都是合照，一起去饮水盆前喝水。起初辉宝还在树上呢，看到妈妈和姐姐都走了，辉宝慌张的立马从树上下来。辉宝害怕妈妈和姐姐走了不带上自己，辉宝的动作略显慌张，从树上下来后直接超近道走到妈妈身边，也不喝水，就是单纯的待在妈妈身旁，辉宝就有安全感。爱宝喝完水没管姐妹俩，直接就走了。等瑞宝反应过来时，爱宝已经走远了。瑞宝赶紧跟上。今天瑞宝辉宝都是妈妈的跟屁虫，也许是今天阴天的原因，姐妹俩感觉周围阴嗖嗖的，有点没安全感。瑞宝为了抄近道，不惜踩进小瀑布里，脚都弄湿了。追上妈妈后，瑞宝冲到妈妈前面，瑞宝充满小情绪的给了妈妈一巴掌，问妈妈走时为什么不叫自己偷偷溜走，让宝宝一个人都害怕了。紧接着辉宝也跟上来了。姐妹俩今天对室外园区不太依恋，只依恋妈妈。妈妈想回家自己就回，妈妈走回去自己就跟着一起回去。爱宝是想回家的，但是奶爸不给自己开门。奶爸想让瑞宝辉宝多在室外园区呼吸新鲜空气。爱宝也懂奶爸的意思，只好回到小亭子上陪着姐妹俩，让瑞宝辉宝自己玩一会儿。有妈妈在身旁，辉宝又开始爬小树了。但很不巧，辉宝刚爬上去，通道门就开了，爱宝又丢下姐妹俩自己跑了。姐妹俩这里先是瑞宝反应了过来，然后立马追上去。辉宝看到后也赶紧下来去追妈妈和姐姐。大爷爷又给瑞宝辉宝整活了，给贝贝树和人造树之间搞了一根独木桥。这棵小树又是出自江爷爷精选，因为瑞宝辉宝现在还小，江爷爷特意选择了一根分叉比较多的树干，这样可以拓宽瑞宝辉宝爬行时的路，同时这让姨母又多了一个放置竹子的地方，姐妹俩不用再争抢树杈了。瑞宝看到姨母过来了，开心的凑了上来，一下给辉宝压在了身下。辉宝的小尾巴示意自己快要被姐姐压死了。姐妹俩有了这个独木桥后，就算妈妈不领着自己去室外，姐妹俩也有事儿干了。此时姐妹俩彼此都想去到对方那边，但谁都不想让道，姐妹俩便只能靠武力解决。辉宝咬着瑞宝皮套拉扯一通，给瑞宝拉扯的难受。最后瑞宝选择了妥协，往后退去。但这时辉宝又不想过去了，还表示可以让瑞宝过来。瑞宝过去后，辉宝还主动给瑞宝让出一块空来，就算有再多的空，地方再大，住着几百平以及顺带小花园的大平层，姐妹俩还是想黏在一块儿。而这时的辉宝虽然被瑞宝一直压着，但是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姐妹俩之间就是这样相互打闹，互不记仇。但要是爷爷和姨母惹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瑞宝这里直接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挤了下去，被挤下去的瑞宝转头去到了妈妈的小亭子上，而独自在独木桥上的瑞宝这下可以敞开玩了。今天除了宝家园区这边，爱宝乐园其他景点几乎都没人，工作人员也都在忙碌着清理自己门前的雪。
只有宝家这边游客仍是排队状态。爱宝乐园之所以能红火到现在，宝家成员占99%的因素，老宋头和江爷爷各占0.5%。宝家今天一天都在室内，饲养员们一边收拾着室外园区的同时，一边也要忙碌着宝家的室内园区。昨天是宝家成员的运动量超标，今天是饲养员们的运动量超标。昨天瑞宝辉宝玩得太累了，今天瑞宝辉宝在室内园区睡了一天。爱宝这里感觉自己今天除了吃就是睡，着实有点无聊了，甚至吵着让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走2步。而姨母刚忙碌完乐宝这里，转身又来到了爱宝这里。姨母忙碌着室内的同时，永宽正忙碌着室外。小心搬运着竹子的永宽还是不小心摔倒。昨晚的大雪压坏了瑞宝辉宝室外园区近一半的竹子，而此时的室内园区姐妹俩睡得很沉。姨母在园区来回搬动竹子以及清理青团，都没有吵醒瑞宝辉宝，反而是一会儿姨母离开，爱宝走进来吃竹子时，吵醒了瑞宝辉宝。应该是爱宝吃东西吧唧嘴的声音，以及窝头传出来的香味吸引到了姐妹俩，所以姐妹俩才醒的。姐妹俩看了一眼，也没发现什么好吃的。姐妹俩一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转头继续睡去。园区的雪清理的差不多后，姨母和老宋头来到乐宝园区，给乐宝堆起了雪人。老宋头堆雪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自己堆完雪人，还顺便指导了一下圣熙姨母这里。宝最近继承了妈妈爸爸的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下班时会将青团铲在室外，不会将青团带回家。瑞宝铲完青团，独自坐在草丛里的这个小背影，仿佛是在看着自己青团，感叹自己刚干了一个大事。今天是姨母值班，姐妹俩向来最给姨母面子，因为姨母给的小零食是最多的。姐妹俩一看到姨母来了，就立马排排坐好，就连姨母收拾竹子时，姐妹俩都要探头看着。而老宋头来，姐妹俩则是丝毫不在意，因为老宋头来园区多数都是空着手来，让自己白跟他玩，所以姐妹俩看到是老宋头后，就会继续干自己的事儿。一会儿圣熙姨母收拾完竹子，临走时还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瑞宝辉宝。等晚上下班时，也是姨母来接的，姐妹俩也都很给姨母面子。今天下班时，还是爱宝最先想回家的。爱宝的下班流程就是先到通道门口看一眼，看到门没开，就来到奶爸的员工门口喊奶爸。而这时瑞宝走去了草丛里，前去铲青团。辉宝还在小树上呼呼大睡。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先回了家。瑞宝这里又在小树上整起了活。这时姨母走出门，开始进行收娃工作。姨母先是给姐妹俩喂了块小零食，然后开始让姐妹俩下树。这时刚才一直睡觉的辉宝先从树上下来了。辉宝下来了后，又吃到了一块小苹果。瑞宝眼看不能让妹妹给小苹果都吃掉，自己也赶紧下来。由于瑞宝下树太着急，倒挂在了树上，差点从树上掉下去。姨母看到后立马过去帮忙。姐妹俩在姨母这儿真是被照顾得细致入微。而辉宝看到姨母离开自己去找姐姐了，还吃醋了，在后面咬着姨母的衣服让姨母回来。姐妹俩这又突然争抢上了姨母，不过最后姐妹俩都跟着姨母乖乖回家了。爷爷今天观察到乐宝的园区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便立马拿着工具来到现场。江爷爷的权力就是大，不用申请与报备，看到不合理的立马就可以给其处理了。江爷爷拿着锯子给眼前这个木头上的所有凸起的疙瘩给锯掉了。对于圈养动物的饲养员们来说，任何的小事儿都可能是件大事儿。动物们生活的好不好，取决于饲养员能读懂动物的心思多少。江爷爷一边工作一边给游客们解释，乐宝喜欢踩在上面散步，因为这些树老了，乐宝在上面磨损多了，这些树节就会凸出来，所以需要定期清理。江爷爷还幽默地表示，自己起初是想给爱宝的园区清理的。乐宝看到后吃醋了，自己立马又来到了乐宝的院子。等锯完全部检查完，确保没有后，江爷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而这时瑞宝这里在隔壁园区看到爷爷在敲敲打打修理园区，瑞宝也学上了。瑞宝修理起了自己的小瀑布，因为宋爷爷铺在小瀑布上的雪都化了，堆积在瀑布口的石头裸露了出来。瑞宝宛如大力士一般，一下就给一块大石头搬了起来。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大的爆发力，瑞宝前途无量。而辉宝出门主打享受，在小树上一睡就是一上午，睡到一睁眼发现别人都回家了，园区又只剩自己了。辉宝一睁眼发现爷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意识到自己又睡过头了。辉宝赶紧从树上下来，然后一路小跑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走回了家。辉宝走回园区后突然有点懵，会变成慢动作，一种熊在前面走，神在后面追的感觉。瑞宝这个将竹子拖到草丛里来吃的行为，真是既继承了爸爸乐宝的干净，又继承了妈妈的贪吃。
以前福宝是只继承了妈妈的贪吃，跟干净毫不沾边，可能是宋3岁给福宝的影响，认为自己的青团跟自己的竹子是一样干净的。因为宋3岁经常在福宝吃竹子时，当着福宝的面玩福宝的青团，所以这让福宝在产青团时，给姨姨们都看红了脸。但福宝却丝毫不避讳，总是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上面还在吃着竹子，感觉上来了，只需要一侧身，福宝的青团就出来了。甚至青团出来的同时，福宝手上吃竹子的动作还没有停，甚至有些时候画面过于美丽，姨姨们都放不出来。如果说这些都能接受的话，那这出现在门上的青团姨们就有点没法理解了。就连宋3岁也没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宋3岁抱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态去调来了监控，监控中显示半夜一个黑白的身影爬上栅栏，空降2颗炸弹后又从栅栏上下去了。没错，这个黑白身影就是福宝。而瑞宝这里之所以干净且卫生，是因为瑞宝产青团讲究地点与位置。瑞宝吃着竹子，突然想产青团了，瑞宝感觉来不及了，嘴里的竹叶都没来得及吐掉，直接拖着长长的竹子走到了草丛里。定点如厕这个习惯简直不要太可爱，就跟他爸爸总是习惯在他的自动马桶上长青团一样。瑞宝真是爱宝和乐宝优点的结合体。福宝与爷爷这个电影更像是在跟福宝说告别，以及饲养员们在努力跟福宝的这段生活做结尾，让福宝回国后的生活另起自己人生中新的一个段落。而且自福宝出生时，甚至爱宝刚怀孕时，爷爷就知道福宝4岁的时候就会回国，因为这是国际贸易公约，不管大熊猫幼崽出生在哪一个国家，到了4岁的年龄都要无理由的回到他们的家乡。而江爷爷能做的，只有在这个4年里全心全意的去爱惜他，保护他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电影的开头就是在诉说福宝要离开的事情，这是福宝离别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江爷爷在园区停下车，徒步走进园区。江爷爷此时心想下雪了，今天的福宝一定很开心。而宋爷爷对冬天的描述则是，冬天就像是大自然赐给大熊猫的礼物。江爷爷走进园区，遇到了熊猫世界的其他饲养员，已经开始清理园区的雪了。很快江爷爷也加入了进来，这是在为一会儿游客的到来做准备。而与此同时的房间里，圣西姨母正在搬运着竹子，而宝家们的房间里则是另有饲养员在打扫。宝家从来不只是有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战斗，他们是一个10几人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宋爷爷则在给宝家放置园区的竹子，各尽其责，分工明确。当然，宝家每天的食物用量也不只是由2个爷爷来准备，也有其他人一起分担。今天是江爷爷为瑞宝、辉宝冲的奶粉，江爷爷拿着刚倒完的奶瓶放在瑞宝、辉宝的鼻子上，给他们闻了闻，上面残留的奶粉的气味一下就给姐妹俩从睡梦中勾了出来。而福宝这时来到了他那刚被打扫好的房间，准备每天早上的体检。瑞宝、辉宝吃完盆盆奶，也开始了自己这活力满满的一天。很快，爱宝带着姐妹俩出发去上班。等宝家全体成员都开始上班了，这时到了宝家饲养员的早操晨会时间。早操过后，饲养员们大体了解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名游客。오늘 입장 예측은 8,500명에 관제 700분 계시고. 시작! 중화오즈 좋아요! 而江爷爷这里则在监控器前协调着各个位置的伙伴们，确保宝家状态一切正常。是福宝营业结束的最后一天，在游客走后，2个爷爷悄悄地碎了。4年的时间仿佛一眨眼就过完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坦然地面对分离。2个爷爷偷偷躲在没人的角落，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第2天，宋爷爷给福宝的房间贴上了禁行区域，并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穿戴整齐，宋爷爷走进了福宝的隔离房间，为福宝清理青团和吃剩的竹子。宋爷爷穿上衣服后，福宝不敢靠近了。宋爷爷陪着福宝适应了好一会儿，才让福宝重新适应自己这身打扮。而在外面的引导员怡怡今天在播报时一个慌神，报错了等待时长，原本20分钟的排队时间播报成了200分钟。怡怡表示，今天和昨天的落差有点大。 현재 예상 대기 시간 약 200분밖에 되지 않습니다. 200분이라고 했어. 다시. 이상하시지 마시고. 어제랑 오늘의 차이가 너무 심해서. 要知道，昨天福宝最后一天营业的排队时间高达400分钟，而与此同时，江爷爷这里开始为福宝做回家的准备了。这是当年爱宝来韩国时所使用的笼子。 江爷爷对其进行了翻新，为了感觉福宝在里面会不会舒服，江爷爷好几次亲身坐在里面尝试。之后，饲养员开始模拟演练运输福宝的过程，反复尝试，直至熟能生巧。熟记路线后，
爷爷们开始让福宝熟悉运输笼。此时陪伴福宝的是宋爷爷。这1个月里，每个饲养员看上去都很平静，但平静的背后一定是隐藏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雨。瑞宝今天的风铃是自己挖的，园区许多没有化完的雪凝结成了冰，这为瑞宝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瑞宝走上前，用爪子轻巧地抠挖着冰块。瑞宝虽小，但小爪子已经很锋利了，轻松从上面抠了一块出来。瑞宝玩雪时，刚好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瑞宝灵动的小眼睛盯着飞机飞过的方向转动了一圈。瑞宝转动的眼睛充满着轻盈而灵敏的感觉，就像她福宝姐姐的眼睛一样充满着对事物的好奇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以前爷爷们总说福宝的那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给人带来好运，而事实也正如这样，福宝出生以来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与温暖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福宝在最近状态异常的这几天里，关心福宝的每个人纷纷希望将自己从福宝那里收获的好运与快乐回馈给他，祈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姨姨们想再次看到福宝那充满着清新而朝气蓬勃的眸子，以及眸子散发出的永不熄灭的光芒，期盼着他能够重返园区，悠闲地啃食竹子，懒洋洋地享受阳光的沐浴。而根据基地对福宝的体检结果来看，福宝的身体一切正常，所以相信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再次踏入神树坪基地的大门时，福宝将以更加活泼健康的姿态迎接姨姨们。静待花开，福宝与你我同在。面忙着整活的不只有瑞宝辉宝，圣系姨母这里也有了自己的节目。瑞宝今天出门后就先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拖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就来找妹妹，想往妹妹身上蹭。此时辉宝身上的水哗哗的往下流，辉宝阻挡着瑞宝，不想让瑞宝上来，防止自己被弄湿身体。今天辉宝成了爱干净的那一个，瑞宝上来后就给辉宝抱住，并给辉宝按在身下，给辉宝当干毛巾了，把自己湿乎乎的身子全在辉宝身上擦干净了。此时爱宝悄悄路过，爱宝让姐妹俩自己玩，别过来招惹自己。辉宝费尽9牛2虎之力才给瑞宝赶下去。辉宝看到自己身上都脏了，也从树上下来了，打算自己也洗洗。瑞宝从辉宝眼前淌过，辉宝感觉水有点凉，最后还是没能真的走进小泳池。辉宝也是一直在成长的，自从自己在小瀑布前吃过亏后，辉宝这次选择走瀑布上的小桥。另外，细心的姨姨可以看到，瑞宝屁股上那标志性的一撮黑色的毛已经掉了。掉了那撮黑色的毛后，瑞宝的性格都变了，变得比辉宝还要调皮了。辉宝今天在瑞宝面前都变得文静了，而爱宝就完全放弃了带孩子这件事情。看到通道门打开，爱宝就回去了，辉宝紧跟其后。瑞宝这里还在犹豫，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皮套晒干。这时爷爷在通道门口喊自己可以帮瑞宝擦干净。瑞宝听到后立马从树上下来跑向爷爷。而与此同时，圣系姨母正在乐宝的园区忙碌着什么，手里既有竹子又有小零食。圣系姨母在乐宝园区不断装饰着，仅仅一块窝头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而作为宝家最敏感的乐宝进门后，一下就发现了自己园区的不同。乐宝仔细观赏了一下，不过没有太久，然后拿着自己的窝头和竹子就去到了小亭子上。乐宝表示今天的窝头有点美味啊。果然，浪漫对男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宝是真害怕宋3岁，因为毫无边界感的宋3岁总是趁自己产青团的时候凑过来，而妈妈也没教过自己要保护青团，因为所有大熊猫在遇到宋3岁之前，也没人会惦记这东西。不过想必以后瑞宝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或许会多一条关于如何防卫自己青团的知识。宋3岁除了会令瑞宝害怕以外，还会令辉宝感到厌烦。辉宝在树上睡觉睡得好好的，宋3岁来到园区，开始在辉宝耳边碎碎念念。 아이고, 이거 뭐 철발도 아주 왕발이 됐네. 태호는 괜찮아? 태호는 안 떨어졌어. 몸이 따뜻하네. 而之所以宋3岁会变成这样，其实是因为辉宝到了该回室内的时间了，还在睡觉，主要是怕温差太大，辉宝身体感冒。辉宝对宋3岁在自己耳旁的碎碎念念根本不理。宋3岁说他的，辉宝睡自己的。第二天，宋3岁借来了一个新的摄影工具，一个巨型的摇臂摄像机。瑞宝看到后，试图将其击落下来，但结果不小心滑到了坡下面。宋3岁摇晃着摇臂，就像是个大巨人，在背后跟着瑞宝挥本。不过辉宝很快就适应了，辉宝躺在相机下面，卖弄着自己的可爱，让宋3岁给自己拍好看点。一会儿瑞宝也凑了过来，瑞宝让辉宝矜持一点，收一下自己这不值钱的样子。为了让辉宝清醒，瑞宝踩了辉宝一脚，脸上沾满了落叶。辉宝一路紧跟着摇臂摄像机，想仔细研究一下
结果只忙着抬头了，忘记了脚下的路，一下就栽了下去。正熙姨母也是懂抽象的，这是堆了2个匹诺曹吗？雪人中的匹诺曹。瑞宝辉宝表示，请雪人匹诺曹多说点话，这样自己的胡萝卜就会变长了。因为雪人匹诺曹的鼻子太短，瑞宝辉宝2口就给雪人匹诺曹的鼻子给吃完了。圣熙姨母这周的视频是姐妹俩玩雪回忆录。这鹅毛般的大雪，瑞宝刚出门身上就变白了。瑞宝面对着床上姨母堆的雪球，毫不客气的就把气拍了下去。虽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见到雪，但刚开始时姐妹俩还是很淡定的，只不过姐妹俩有点掉色，雪白的雪经过姐妹俩的走动都变黄了。晚上姐妹俩回到家也不吃妈妈的奶水了，直接抱着竹子开啃，只有竹子才能快速补充自己的体力。而且在这恒温的室内，姐妹俩简直不要太舒服。瑞宝这里因为玩得太累，没怎么吃饭就开始犯困，一直到第2天早上，瑞宝这里才开始大快朵颐。瑞宝看到姨母来了，一侧身暗示姨母给自己按摩按摩。姨母也很懂瑞宝的想法，立马给瑞宝开始按摩。而姐妹俩吃了会竹子后，又一起来到了妈妈怀里，这是要给昨晚自己忘记吃的奶给全部找回来。而这次下雪宝家除了爱宝都很疯狂，而爱宝这坐在雪地的样子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熊猫界的白雪公主。宝现在每天都过着现采现吃的日子，小手搭在一旁，妥妥一副财阀享受老年生活的样子。吃了坡下的竹子还不够，乐宝又走到观景竹前，给自己换个口味。相比于乐宝、瑞宝、辉宝这里就乖巧很多了，爷爷给什么吃什么。今天妈妈去室外时，瑞宝、辉宝这里都在室内好好营业。瑞宝在树上睡觉，辉宝乖乖在滑梯上表演着吃播，只不过这吃播好像不是给游客们看的。好在瑞宝这里醒了过来，这让姨姨们不再那般无聊，都围过来看瑞宝。而永宽走后没一会儿就又回来了，永宽这是把事情都忙完了，没活了，便来到园区陪姐妹。永宽将大号的竹子全部处理成了小根的，方便姐妹俩拿取和进食，这样姐妹俩可以吃完就直接扔掉，换另一根。说着，辉宝就将吃完的竹子扔了下来，而永宽这里立马给瑞宝续上。永宽处理完这边的竹子后，又走去了小滑梯旁的小木床。永宽是一点也不想让自己闲着，等处理完后，又将竹子全部给瑞宝、辉宝扛了过来，全部放在了独木桥上。而瑞宝、辉宝这里是吃舒服了，瑞宝仰着头，一边吃着竹子，一边看着姨姨们。宝表示自己才1天没来室外园区，园区的雪怎么就快没有了？这1天不来，瑞宝又要重新熟悉园区。辉宝在树上吃着竹子，看着姐姐对园区这陌生的样子，辉宝有点搞不明白，心想这是失忆了吗？这次瑞宝探查的细致，因为这2天气温下降，爷爷们便给小瀑布停了，防止出水口被冻住。瑞宝刚好可以钻进小瀑布的石洞里探查一下，在园区转一会儿。瑞宝还要再回到妈妈身边，重新填补一下安全感。离开妈妈太久，瑞宝害怕了。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瑞宝变成了爱宝的跟屁虫。爷爷给小泳池突然停了，这让爱宝也有了点陌生，一脚踩进来才发现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过爱宝反应快，很快就明白过来是泳池没水了。而瑞宝这里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新气味，在小泳池里不断闻来闻去。就在瑞宝不断探索时，爱宝这里头也不回的走回了家。此时园区又只剩姐妹俩了。辉宝来室外后就没从小树上下来过。爱宝回去后将爷爷走了进来，将爷爷这身穿搭多少有点冷天然，出门必戴耳罩。瑞宝看到通道门开了，立马往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搓着小手，表示室外实在太冷了，还是室内的空调屋暖和。而这时辉宝也开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而瑞宝这里还没回去呢，一直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瑞宝是打算等妹妹过来一起回去。瑞宝在通道门口催促着辉宝快一点。辉宝听到姐姐的催促声，也不再墨迹，径直走向了姐姐。宽看到乐宝最近爱采摘观景竹，意识到乐宝近期是对观景竹独有胃口，于是永宽索性也不用乐宝自己采摘了，永宽直接给乐宝采摘好，处理成合适的大小，跟其他竹子一起给乐宝准备好。乐宝来了就可以直接开吃了。昨天永宽下班前还特意为姐妹俩将小晾台收拾了出来，但今天瑞宝却又不想出门了，将爷爷来哄，但是根本没用。瑞宝表示室外的冷风哪有室内的恒温空调舒服，江爷爷怕瑞宝饿着，给瑞宝在树上放了许多的竹子，不过好在还有辉宝。辉宝出门后就来到了爷爷给自己收拾好的小晾台上，不然永宽真的白忙活了。辉宝最懂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辉宝趴在小晾台上很快就睡着了，而爱宝吃饱了，打算丢下辉宝直接回家。辉宝一觉醒来天塌了，妈妈不见了。
不过江爷爷及时出现在了辉宝的视线中，同时还给辉宝送来了一些自己进行裁剪好的小竹子。辉宝碰巧伸了下手，像是在跟爷爷礼貌答谢，简单小吃2口，辉宝从树上下来了。腿虽短，但是咱稳重。下来后的辉宝没有回家，而是追在爷爷屁股后面和爷爷玩了起来。刚好江爷爷也可以借陪辉宝玩耍的理由，释放一下心中的那个少年。江爷爷跟辉宝打起了雪仗，辉宝顶着皮套埋头往前冲，辉宝玩不过爷爷，连连挥手让爷爷不要再弄了。江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摸头不是抱歉，而是辉宝还得再练。玩耍过后，辉宝便乖乖跟爷爷回去了。